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易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绝不会透露这些信息。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有句古话说，沉默是金，言多必失。人与人的相处过程中，我们所说的话就像一扇窗户，向外界展现着真实的自我，而他人如何看我们中，语言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说话的方式往往决定了在他人眼中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因此在人生的舞台上，真正聪明的人都会格外注重自己的言辞。要知道，言语如同流水，一旦出口便无法收回，其所带来的影响也将长久地留存。人们常说，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来学习如何说话，却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如何保持沉默。确实，说话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懂得适时闭嘴却并非易事。聪明的女人不管和谁聊天，都不会透露这4种信息。1. 不要透露财务状况。有句老话说得好，叫财不外露。当前社会风气下，贫穷者往往被他人轻视，而富裕者则易引发嫉妒与祸端。对于陌生人的成功，人们总能抱以宽容的态度，因为彼此间不存在直接的利益纠葛。然而，当身边人取得晋升时，却难以获得同样的理解。除了至亲的父母，鲜有人真心希望你过得比他们更优越。因此，聪明的女人明白，在外人面前保持低调，不轻易透露自己的财富，方能避免不必要的纷扰与麻烦。有一位朋友总是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大肆展示自己拥有的豪华奢侈品，每次聚会她总是滔滔不绝地炫耀着她的丈夫又给她买了多少个名牌包包，家里的豪宅打扫起来有多么的繁琐，完全不顾及旁边人那尴尬而又无奈的目光。有一次，服务员在路过时不慎碰到了她的衣服，没想到她立刻勃然大怒，指着服务员大声斥责道：“你没长眼睛吗？你知道我这件衣服有多贵吗？”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大家都觉得她的态度实在太过傲慢无礼，于是纷纷找借口离开了。由于她频繁的高调炫富，她的丈夫最终遭到了匿名举报，被迫接受停职调查。这样的炫富行为也吸引了许多亲戚的注意，他们纷纷找上门来，以各种理由向她借钱。如果不借，就会被指责为富不仁；如果借出去，又担心钱款难以追回，这让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托尔斯泰说，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成幸福，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与优越感，一些女人常不加掩饰地展示其经济实力，似乎渴望将财力雄厚的标签贴满全身，以期引来他人的艳羡。然而她未意识到，这种炫耀之举不仅令人觉得庸俗，更易引发他人的嫉妒，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在成年人的社交中，我们往往期待他人过得幸福，但又不愿其超越自己。若经济条件不尽如人意，更应学会守口如瓶，因为诉说困境并不能改变现状，反而可能让他人轻视你，甚至刻意与你保持距离。静水流深，智者无言。聪明的女人从不会轻易在外炫耀家中的财富，她始终保持谦逊与低调，家中的存款自己心中有数即可。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太阳，最难直视的便是人心。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人性的阴暗面，而应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2. 不要透露未完成之事。我们常说，事已密成，言以谢败。有些人总是急于向他人透露自己的计划和目标，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保持低调，守口如瓶，
一旦我们向外界透露尚未完成的任务，很可能引起他人的关注和期待。这些外在的压力和干扰，往往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削弱我们的动力，甚至可能使我们偏离既定的轨迹。若你所说的事情未能如期完成，那么你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可能大打折扣，被贴上不靠谱的标签。聪明的女人往往倾向于后者，她明白谨慎行事的重要性，不会引起不必要的纷扰和误解。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无意间看到一段健身视频，被其中的主角深深吸引。她的身影矫健而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这是一段仅有几分钟的健身展示，但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专业，那么精准。李子瑜的动作流畅而有力，仿佛是在演绎一场力与美的交响曲。她的身姿优雅挺拔，肌肉线条清晰，充满了健康与活力。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热闹非凡，大家纷纷为李子瑜点赞，感叹她的自律与坚持。有人说，看李子瑜的健身视频，就像是在看一场视觉盛宴，真的太美了。还有人说，原来真正的美丽是需要汗水与努力来浇灌的，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她之所以能够在健身领域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天赋与努力，更是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在默默的付出，在不断的提升自己。是的，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生活之路充满挑战，然而它的公正之处在于，每个人均有能力通过不懈的奋斗来塑造自己的人生途径。要想收获满满的果实，唯有付诸辛勤与执着，除此之外并无他途。当你倾注了足够的努力与汗水，回报自然会如期而至。你所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每一次的艰辛，每一段的旅程，都在默默为你的蜕变积累着力量。或许此刻尚未显现成果，但终有一天，它们会成为你成长道路上的坚实基石。这便是努力的意义。聪明的女人明白未完成之事的重要性与深远意义，因此她选择缄默前行，将全部心思倾注于自己的奋斗之中。3. 不透露夫妻矛盾。岛屿上一座火山即将爆发，怎样做才能把破坏降到最低？有人曾提出一个设想，即通过引导海水流入火山底部的裂缝，利用海水的冷却效应来降低岩浆的温度，进而达到熄灭火山的目的。然而，这个看似合理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所否定。因为当冰冷的海水与火山内部的炽热岩浆相遇，将会引发一场毁灭性的剧烈爆炸，届时不仅无法熄灭火山，反而可能将整个岛屿炸得分崩离析。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本质。或许更有效的做法是设法引导火山，让其能量能够沿着安全且有利的方向得以释放，这样整个局势或许会出现转机，将破坏降至最低。夫妻间的相处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矛盾就像是即将喷发的火山岩浆，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选择合适的解决策略，以避免矛盾不断升级扩大化。有一位女人在与丈夫发生争执后，总是习惯在社交平台上发泄情绪，并征求外界对矛盾的处理意见。有些热心的网友站在她这一边，主张长痛不如短痛，建议她考虑离婚，而更多的人则是把她的家事当作谈资，在茶余饭后当作笑料来消遣。不仅如此，这位女人还常常向周围人倾诉家中的不愉快，详细描述与丈夫的争吵细节。久而久之，她的负能量给周围人带来了压力，使得大家开始疏远她，甚至对她心生厌恶。她的口无遮拦不仅让自己陷入孤立，还导致丈夫在外受到非议，夫妻间的裂痕愈发难以弥补。婚姻作为一段需要长期维系的关系，必然充满了磨合与挫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是选择关上家门，
在私密的空间里寻求解决之道，还是将其公之于众，让外界来评判和干预？家庭具有其固有的私密性，将家庭矛盾公之于众，往往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矛盾，甚至导致夫妻关系的破裂。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在合适的场合处理家庭矛盾，保持冷静和理智，以建设性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三毛说，沉默是女人最大的美德。懂得尊重自己家庭，保护自己家人的聪明女人，都会选择沉默。一位聪明的女人在社交场合中，绝不会轻易抱怨丈夫，更不会轻率地暴露家庭隐私以求得外界援助。她深知尊重与保护婚姻的重要性，因此她会选择将矛盾与分歧留在家中，通过深入的沟通、相互理解和彼此包容来寻求解决之道。这样的做法既能有效维护夫妻双方的尊严，又有助于巩固婚姻的稳定与幸福。4. 不要透露自己的秘密。毛姆曾说，闭嘴的鱼最不容易被鱼钩勾住。在成年人的社交圈中，多数交往往往以利益为纽带，因此切勿因短暂的投契而轻易敞开心扉，将内心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倾诉出来。你或许认为这样做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增进情感的深度，然而现实却常常与期望背道而驰。一位朋友，他性格直爽，心直口快，总是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然而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在职场中遭遇了一次不小的挫折。那天阳光正好，他和同事们一起闲聊，或许是气氛的渲染，又或许是他心中的苦闷无处排遣，他竟将一件深藏在心底的失信于人的事情告诉了一位看似亲近的同事。在他的眼里，这位同事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因此他没有多加考虑，就将自己的秘密倾诉了出来。然而人心难测，就在公司选拔下一任主管候选人的时候，这位同事却突然变脸，给他穿了小鞋。原本领导对他颇为器重，但在这位同事的添油加醋下，领导对他的信任大打折扣，升职加薪的机会因此错失。他至今无比失落和懊悔。听过这样一句话，有些秘密一说出来，就像打开了祸害的水龙头。在职场中务必谨慎对待人际交流，因为尽管你真心相待，未必能收获同等的真诚，反而可能遭受伤害。当你毫无保留地披露个人隐私，这些信息就如同风般迅速传播至整个职场，尤其与亲近之人交往时，一旦关系破裂，你曾经的秘密将成为对方牵制你的软肋。保持沉默，守护秘密，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明智之举，这样你才能避免卷入是非，不受他人言论左右，从而不断积累福气。古语云，知人不必言尽，留3分余地于人。一个聪明的女人明白言语的威力和局限，她明白在外界面前披露某些信息可能引发的种种影响，因此她始终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私密。这既是对自身安全的捍卫，也是对周围人的尊重与关爱。真正聪明的女人懂得慎言的同时，也会慎行，因此她从来不会做以下3件事。1. 不论是非，不惹祸事，做清醒思考的明白人。有句谚语说，腿长沾露水，嘴常惹是非。闲暇之余，那些习惯在背后造谣生事、搬弄是非的人，往往会因此招致祸端，最终反而自食其果，害了自己。小张在试用期未满之际竟被公司辞退，他心中十分不解与委屈，自觉一直以来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刻苦，每次接受领导的任务都能出色完成，却未能顺利度过试用期，似乎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和欺凌。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直到今日，小张依然未能领悟其中的缘由。
仍旧错误地归咎于他人而未曾自省。原来在工作之余，小张总喜欢与几位爱八卦的同事聚在一起，捕风捉影地谈论公司的领导，或是传播些小道消息。尽管他的主管多次告诫他要谨言慎行，他却觉得并无大碍，认为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且认为自己只是随声附和，并无大碍。然而他们背后的闲言碎语终究传到了老板的耳中。老板表示必须严惩，以维护公司的风气。此时那些曾与小张一同议论是非的同事，却纷纷将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口径一致，异口同声。最终公司决定开除小张，以示惩戒。有句话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多数情况下，热衷于议论他人是非的女人，往往会既伤害到他人，也损害到自己，甚至不慎陷入他人的圈套。因此我们应当学会避免涉及是非，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口舌。2. 不看人短，真诚待人才能更受欢迎。庄子于赋中说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为人处事时，当以真诚之心对待每一个人，不刻意关注他人的缺陷或不足。我们应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周围的一切，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这样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使自己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受到欢迎和喜爱。有一个朋友说过自己遇到的一个故事，他曾受邀参加一次朋友聚会，在那次聚会上，他邂逅了一位陌生人。然而初次接触，这位陌生人的言谈举止就给他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原因在于，这位陌生人在谈话中似乎总是自视甚高，将他人贬得一无是处。每当提及张三，他总会不屑一顾地指出张三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而当提到李四时，他又会大谈李四在表达能力上与他相去甚远，甚至举出李四在某次会议上出丑的实例来加以佐证。在场的人听罢，虽然表面上尴尬地笑笑，但内心却都感到十分不适，纷纷想要避开这个话题。然而这位陌生人似乎并未察觉到周围的气氛变化，依然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坐在一旁的张三脸色愈发难看，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怒气冲冲地朝他走去。一场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就在此时，另一位朋友及时站了出来，将两人拉开。他平静地说：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我们才需要不断努力，追求更好的自己。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几句话如同春风化雨，瞬间化解了原本紧张的气氛，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冲突。真正聪明的女人不会将目光一味聚焦在他人的瑕疵之上，她们总能以客观且公正的态度去审视每个人的长处与短处，懂得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因而也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敬佩。即使他们能够一眼洞悉他人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也绝不会轻易将其公之于众。相反，他们更倾向于保持沉默，选择看破不说破。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与不足。贸然指出他人的缺陷，除了让对方感到尴尬之外，更是一种缺乏尊重的表现。他们更愿意以包容和理解的心态去对待他人，从而营造出一个和谐融洽的交往氛围。3. 不念人师，凡事多自省，才能越活越聪明。格言联璧中说道：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独处之时，应时常反省自我，审视自己的得失。与人交谈之际，则应避免妄议他人的长短。这一道理显而易见，通过反思自身的过往，我们能从不足中汲取经验，不断进步。而若时常谈论他人是非，则容易招致不必要的纷争与麻烦。有这样一个故事，主人手握拖布，
试图清洁地板，然而经过一番努力，地板却依旧布满污渍，显得脏乱不堪。拖布不禁对地板发起了牢骚：你怎么这么脏？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仍不见效果。地板平静地回应道：若你想让我焕然一新，你得先把自己洗干净才行。拖布低头审视自己，顿时心生惭愧。原来地板之所以拖不干净，是因为自己身上脏兮兮的。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会有遗憾与不足，也难免犯错。面对他人的得失，我们不应将其当作闲聊的话题，而应以此为鉴，加强自我反省，从而变得更加睿智。常言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在这广阔的世界中，我们不应仅满足于通过比较他人的得失来寻求满足。毕竟，真正博学多才者不胜枚举。若只因看到他人的一点得失而沾沾自喜，那么我们的成长便会止步于此。因此，我们应目光远大，心怀远方。当我们的目标不再是与曾经的失败者相提并论时，便意味着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超越了最初的认知局限，学到了更为丰富的知识。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一个女人贵在自知之明，唯有不断审视自身的不足与瑕疵，她才能逐步提升自己，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蜕变成更为卓越的存在。然而，当一个人总是沉湎于评判他人之长短，满足于揭人短处，念人过失时，他实则已放弃了自我成长的机会，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真正聪明的女人，不一定具备超凡的才智，但能在人生中以真诚的态度、自省的精神和不懈的进取心态，持续完善自我，让自己逐步变得更加出色。愿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能够成为最好的人，遇见最美的自己。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